再派50个人，今天晚上调到那边去，守住那个口。啊，好。你在干嘛？回禀将主，卑职钱红树，听候将主差遣。你以为真闹着玩吗？这打仗会出人命的。回禀将主，卑职知道。哎，三哥，哎，三哥。当军，少时贼寇攻城，兵凶战恶，见识无眼，可没人照顾得了你啊。回禀使君，卑职知道。郎君知道还要一意孤行是吗？贼众围城，天亲在即，区区一个吴越国检校司空，在京师之内一文不值，什么都做不了。卑职吴越亲卫第3都小校钱弘处，听候使君将主军令。你拉开弓吗你？行了。卑职可以迟钝。大佬，看马来报，张力出营了。铁骑5000，兵卒1万，共计6军，还有契丹1000。传令下去，各指挥紧守城墙，无令擅自出营者立斩。大声宣唤蛊惑军心者立斩。诺。击鼓。骑兵第1响略宣阳门，第2响略营出门，摆步慢守。我。叫弟兄们都长点眼，不要靠近营出门摆步之内，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
一拳300到500步，3拳就是2到3里地啊！一大早马力壮得很，跑上个10来里也没打紧啊！那就再忍着他10拳。通知各指挥，提前半个时辰放饭。是。11个，少50辆，2个马军指挥都用过午饭了。第10圈了。明军，让齐军回来。长官。赌一把，赌一把。全军接令！想嚷嚷什么呀？不是你说赌一把吗？我跟你赌一个金豆子，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啊！这手下倒是个有眼色。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潘郎君。男人将领法度森严，今日打不成了。步军先退，骑兵断后，收兵用饭。太尉，令郎此番错之，颇具大将风范啊！他日成就，不可小觑。不就是从头说到尾，死也不动他吗？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司空说的是啊，小畜生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呐。吃这饼还堵不住你的嘴呀！来，水酒给我接。再给我一碗。要不是我当时及时拿盾挡住，他又得中一箭。你这却又是何必？何必？
人都死了，败与不败又有何用？因为他本不该死。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终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的许多事儿，你不得不去做，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世道如此，或许无可奈何，或许被迫无奈，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不管旁人如何说，如何看，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这是错的。可世道的错，也是错。不能因为世道的错，顺着世道做的事儿，便都变成了对的。什么人？滴血！滴血！怎么了？有人偷场。偷场？拉着他，跟我走。别队，随我上前，给人给我赶下去！应该是从西面绕过来的，否则纵然是走路，咱们应该也能听得见。夜里行军，不能骑马，但他们却得带着马来，否则一旦失机，他们想逃都逃不掉。那他们应该是牵着马过来的，将马放在西藏护城河边上，着人看守，然后再徒步从冰面上过河，再用钩镰之类的东西挂着绳索攀上了城墙。这样，我带一个骑兵指挥出去，从西面兜个圈子绕回来，将他们的马全杀了。张太尉打了这许多年的仗，你觉得他会安坐在大营里，等着你先宰他的马，再杀他的人吗？来，你信不信？只要你的骑兵一出，离开寨子1里方圆，就会从野地里凭空长出1000骑兵来，将你连人带骨头一并吞了，一根骨头都不会吐。这么大的城池，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100来颗人头，又能记得什么事？再者说了，10000人以上的大军调动，火把都没点上几根，这夜下的兵如何能够夜间视物又不乱阵脚？依我看，张太尉此番布置，不是为了投诚，是为了撬开咱们的城门。咱们现在就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不把咱们给拔了，他是没法安心攻城的。不就是个破寨子吗？啊！也知得太尉如此殚精竭虑，为了赚那寨中守将出来，将5000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不说，将自己的亲卫孝杰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本钱不可谓不大呀。不过，这寨中守将竟是个属团鱼的，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京师之中，
何时出这等人物？来了有令，下不得你若是张太尉，将大营扎在南清河畔，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越是靠后便越安全嘛。能有多靠后？承旨已探查清楚，粮草就在此柴后方。传令下去，大火点着之后，不许恋战，速速撤离，除非碰到老胆的、丧胆的，给我往死里砍！好。余下的分成2队，一队绕到对面侧营，听信号，动手。大佬，这少说也有2个指挥啊，还有披了甲的，退吧。不急，把力使了，随我去拿了那条大鱼。走，哎，跟着大佬冲！车长，快走！我等殿后，快走啊！尔等男人甚是无趣，
难怪杰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早早的回南再睡觉去了。哎，太尉，太尉，太尉，南寨失火！什么？南寨？将士们，多喝口酒，暖暖身子，壮壮胆儿啊！喝酒吗？喝。启禀主帅，我将率18支会自营后出寨向东，绕过阴山，沿南清河向西折，焚毁了瘴逆屯粮的南寨。你的18指挥，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而让我们以命相护，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耶律杰里，混账东西！小畜生，用兵之道，守在池中。可是你一贯的行险赌命，自己献了便也罢了，却要折了我骑兵指挥，坏了我守城大计。你有几个脑袋？我领之罪，滚下去带队！诺。此人该如何处置啊？他是契丹贵族，除了令公，谁敢处置？我会亲自押解他进宫的。带下去。来人，在。这次多亏了大郎，给他撕一条羊腿，端一盆热汤过去。诺。喝酒吗？痛快。赵匡胤，字元老。正是在下。郭荣，字俊贵。郭太尉家的千里马，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小司空不胜酒力吗？没看见在喝吗？司空就是司空，喝起酒来也是1分3品以上的计较啊！什么司空不司空？小弟钱洪处，字虎子。哎呀，有你在身边，夜间急切的时候，怕是都不用出门了。去你的！大郎，大郎，这儿呢。哪儿来的？太尉赏你的，
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滚！不白喝你的，一起吃。好，就不客气了。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小岁之夜。10年前的小岁，父王问我：“此生何所愿？”我那时好玩，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我要出海，我想去看看《山海经》里的鲲鹏，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天下的阿爹都一个样，心里明明开心的紧，嘴里却恨不得把你给剁了。我10岁那年，也是小岁，阿爹问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我说：万军之中，临敌能陷阵，成未获之功，于愿足矣。当夜便是一顿好打。你呢？你想要什么？问你话呢？没有。真无趣。早知你如此扭捏不爽利，当日便不救你了。生在这个世道里，想要什么，似乎都不对。我记得去年的小岁，我正好在晋阳。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小岁当问来年夜，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却始终不得拜节阵。父亲心中可有所憾。郭太尉怎么说？他说：“高绝后路，无足论。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于愿足矣。”好美啊！再煊赫的盛世，也终有落日；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再一会儿人快啊！好了。
第10日了，只怕过了这个冬天，汴梁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天寒地冻，守城固然艰难，可攻城在贼中，只会更难。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城墙可视，人心不可视啊。最初几日，凭着一腔义气热血，一番高洁厚禄，尚可支应。如今10日过去了，渭南多变，人之常情。再加上天寒难耐，敌中也不是孤军一支啊。杜重威在腋下还有5万兵，更不要说他背后的契丹人。倒是朝廷这边，号称征朔，有一个天子，却也没有一般的。朝堂上也就剩下一个冯令公老头子，苦撑危局。京师之外，谁还在乎这个朝廷？谁还在乎这数十万的生命礼数啊？外无必救之兵，则内无可守之臣。罢了。守了10日了，也不知道相公们议出什么章程没有。不能议和呀！一定要坚守，我等必以死相守，对吧？我等必将以死相许。令公，令公，令公，来了。文肃，令公，打开重元殿，上朝。看来今日是无仗可打了。回去与冯令公复命了。你说什么？整肃兵马，撤回到皇城里。撤回去？那这城呢？不守了？当日令公颁下的军令，便是守城10日。如今10日已满，君贵兄，你是在与我说笑吗？元朗，撤军吧。趁着现在张燕泽的军队还未调动，带着弟兄们撤回到城里。浴血11日，死了的、活着的，都是好汉子。
眼下，你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余下这些弟兄，不当忘死。枉死！守城那一日，父帅给了我18个指挥，满编18个指挥，是2221人。如今只剩下800余人。你现在跟我讲他们不当枉死？拆军规啊，拆军规！你们真他娘的无耻！不会有援兵的。我知道。再守下去，也是一样的结果。我知道，没有父帅的将令，此地便是某等葬身之处。太尉有令，全军撤回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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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郎，咱就这么走了？娘的，走吧，这么窝囊，再打也打不动了。撤啊！那一开始就别让我来呀！行了。为契丹会同10年，岁次丁未元月，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请有皇王分尊北南，继母名誉，告谕四方。兹尔时事，以晋侯之资，困守绝瓮，田不过1城，众不足1旅，危身苟命，自成大统。朝纲稳于内，政治昏于外，致令天下纷扰，九州板荡，恶殍盈途，触目惊心。朕心敏测难安，唯念苍生之喘。欲解倒悬之机，南州赤子饥寒相望，故兴吊民之师，亲临夜变之间，期以扩清宇内，拯救斯民于水火之中。兹尔少君，荒靡失次，善计宗挑，辄敢抗尊，自起信端，冒渎纲纪，涂炭敌人。非尔所惜，可自去尊号，迁居别业，贬为副议侯，以待明罪。以御史大夫耶律节里之东京汉儿司事，以右卫大将军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权东京留守，军国庶务亦应委之。汴州官变，亲卫将校宜听差遣，领遵军命。有作奸犯科、狂悖武上者，朕岂吝五行之诛哉！亲哉，勿负朕望，贤使之息。这便完了吗？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不明白，
没有援兵，京师终归是守不住的。既如此，10日之前又是何必？为了一个体面，死了那么多人，就为了这样一个体面，值得吗？杜令公阵前降敌，张彦泽奔袭京师，为的不过是在契丹天子驾前下注，以效法先帝入主京师，鼎革大宝，君临天下。效仿先帝，也做儿皇帝吗？若契丹天子肯认这个儿子，杜令公与张彦泽自然会抢着认下这个爹。此国贼也，汉贼不两立，人心沦丧，无忠无义。在胜负面前，世人大多都会选择胜，而抛弃义。苍生社稷，忠孝节义，难道不是最无价的吗？这世上啊，真正无价的东西必是有的，只不过在这朝廷的大殿之上，任何东西都必然是有价格的，不能以价格相问的东西，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朝堂之上。你若不算，你便不配站在这里。令公和相公是想看看如今这天下究竟有谁肯在大势已去的朝廷身上下注？北国势大，中原衰微，在大多数人眼中胜负已定。若让尊兄来选，是压朝廷，还是压契丹呢？可令公与桑某却只能压朝廷。这10日之战，便是要告诉天下人，在此人心背离之际，依然还有人在压朝廷。末将奉令公副帅军命，率军驻守阜城，前后共计10日，战没671人，战伤732人。现奉命归城，向令公与副帅交令。该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去老夫府上，把家人接回去吧。谢过令公。末将殿前承旨，侍卫秦军第18指挥，中书门下堂后侍卫秦从官，待遇器械赵匡胤。恳请令公顾念军心，体恤褒奖战没战伤和有功士卒。小畜生，宫阙之下，岂是你胡闹的地方？令公，全词无状。拿来。令公要的是什么？战没有功将士名册，还未写好是吧？无妨，老夫等着。
战没战伤的将士需要抚恤，有功的将卒需要褒奖。这即便是天真的塌下来了，也是要做的事。即刻带几人前去令公府上，把你娘和你弟弟接回家吧。是我失于计较，致使贵人陷于宵小之手，惊扰了贵人，有罪。陛下的诏命里还有一件事，需你我去做。是了，要迁废帝于别宫。只是据某所知，这汴梁城里并无第二处宫室可居。便是，迁居开封府正衙便是。此事mau去办。京师这些穷酸做大，明知自家吃不上，却也不叫旁人去吃，坏了我与杜令公的大事，也不至于他们竟有何好处。中军，末将在。张榜图形，全城缉拿细作郭荣。末将领命。参见大人。下官吕应参见上官。下官见过相公。相公驾临府衙，所谓何来？怎么？我不当来啊？相公说笑了。子平是清泰2年礼部侍第6名。我记得不错吧？正是。一榜进士寒窗10载，适鹤12年才做到了京师判官。乱世搓磨，也无过于此了。契丹天子的诏命知晓了吧？学士院送来了藤卷。下官正在整理户籍填土账册，收拾印信案卷，待那位张太尉到来，方便移交。好，既然知晓了，那你听好。恭听相公君谕。自即日起，你便不再是开封府判官了。自你以下，
一应参军，衙役、书吏一体开革。念尔等10余日来奉职上称本分，本府开恩，趁着账面上还有些公堂，每人可多支3月钱米，各自领了。算去吧。开封府判官虽为左吏，按制却是堂厨之属。相公虽为枢密，却不当越过冯令公，除处京官。请恕下官无礼，不敢奉命。下官不敢奉命。下官不敢奉命。走吧，子平。你还年轻，还有家人。相公，薛某不才，已知大难将至，却不敢牺牲狗命，以窥职守。你想好了？不过是一死而已。轮不着你，桑某才是大晋朝开封府尹。我倒是哪个大胆的错大，却原来是桑相公。你来的真慢。无礼！这是桑相公。我奉契丹天子诏命，接管开封府衙。桑相公，你素来是识时务，想必不会阻拦。我这个开封府尹还在，你接管不了。宋不肯奉诏。你这阿臧杀财，明明死期当至，还自以为得机，实在是夏虫不足语冰啊！少尉，你莫要给脸不要脸。桑某卖了燕云16州，宜修万户。而与杜重威卖了河北和京师30几个州郡，却又哪里来的脸面道诏给桑某？印信何在？砸了。户册与案卷呢？烧了。你这是得了失心疯，还是患了痰症迷了心窍？诸般筹谋，窥暗室，一番计算，总成空。桑某的路已然走完了，能以这条命堵住你和杜重威的路，也算是不亏。这条断头路，先帝能走通，杜重威却走不通，你更走不通，因为你是一个蠢货。好。
臧维汉作为后晋一朝的宰相，旧代史称其地协之治，地构之功，亦可谓社稷臣也。新五代史亦称灭唐而兴晋为汉之力也，其谋士之略、治政之能，也得到了时人的认可与推崇。然而，作为出卖燕云16州的直接责任人之一，也因此受到了后世儒家士大夫的严厉批判与鞭笞。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态度鲜明地批判臧维汉曰：“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中军，末将在。晓谕全军，给假3日，全城大肃。打头阵的弟兄，大肃第1日，其他人2、3日。让弟兄们记好时辰，大后日晚间，须使各自归队。谢太尉。李公，那是羊肉街。开始了。回去吧，守护好阖家老幼。
赵府，走。大郎，把这些人都拖到后面的坑里，再打些水来，把地上的血冲洗干净。埋了吗？不急，这才是第一步，今夜还长。动手！黑元常见多。嗯。在。使君，某等愿为第一阵，但却要告知墙上的兄弟，莫要误想。贼人没有了剑制约束，只不过就是乌合之众，攻进来倒是不可能，但是要提防他们纵火。这便是所谓的买卖吗？这是大事，无论是冯令公还是刘令公，都不能逆势而行。桑相公与我说明了那许多，可我还是不大明白。其实桑冯诸公这10日来的作为，是在告诉契丹天子，这中原天子谁都能做，唯独杜重威和张燕则做不得。因为中原之地不需要再有第2个二皇帝。使君来了，好，击鼓，诺。请大刀！大刀！咱们太尉的道气还要高大。城上有伏兵，哎，都是弓箭，虚手30步整。我大一柱是天才富贵，莫放手了，兄弟们，上！冷静点儿，再大的富贵，你得能抓到手里才算数。如许大一座京师，能得富贵的所在不止这一处。就是。将性命送在此处，怕不是要冤死了。撤！
令公，这是何意？此门曰明德，无德之人不得入此门。我奉契丹天子诏命，请傅义侯移驾别宫。令公，你要横加阻拦？朝廷礼制，此门只得元正日开，其余日子唯有天子车驾可入。今天距离元正还有3日，尔等当真要进？哎，纵使此门不得入，移宫之事势在必行，望冯公莫要忤逆抗旨，自然祸端。金花银枕乃我朝圣物，非禁足宗亲不可得。冯公如何得来？数载之前，出使上京，有人所赠。陛下所赐，还不快快下马！尔等带着这许多兵来，欲将我家天子移驾何处？天子，请你家傅义侯暂居开封府衙，以待天子驾临。多余的话我本不当说，但是人老了，背会了，也啰嗦了，说不得要提点你们几句。彼天子驾临京师之日，此天子是要驾前请罪的，此人是请不了罪的。请官家更衣。侯爵是从3品，降沙符，通天冠，僭越了。官家恕罪，宫中实在找不到合身的3品肤色。莫再叫我官家。官家，永远是官家。邯郸旅客，一梦黄粱，以为不过是话本戏言。今日才知各种滋味。也罢了，就穿这身衣服便是。朕的黄粱饭熟了。自此天下再无大奸。
疏密桑相公，宣徽孟相公，举家罹难。阁门使高勋的叔父幼弟，于昨夜死于兵灾，暴尸街头。相国寺施行大和尚也被乱军所害，连同在寺内避祸的1000余僧俗，无一人幸免。10日来，因战争罹难的军民总数不过3000，仅昨夜一夜之间，死于兵灾者竟高达18000余众。这还只是见着尸首的，未见尸身的，未计入内。你是光化2年生人吧？是。末将是光化2年6月生人。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老儿倚老卖老，咱们就这么由着他。此人惯会弄吃坐台，释放了这许多天子，自以为3朝元老，谁也奈何不得他，可谓是不知死。此人与陛下有所旧议，唯有陛下可处置之。都去了。灵公，何成文武公卿都去了。各国使节呢？一并去了。可吴越的那个少年郎却不曾去。钱家9郎，他这是疯了吗？人要是真疯了，便不会如此了。石家的江山，跟他钱家有何干系？连汴梁自家都不及，他以吴越国的王子，又有何看不破？他今日不去，不会再生出什么事端吧？但愿不会吧。罪臣孙南重贵，恭迎温皇。温皇千万岁寿。罪妇李氏恭迎父皇，父皇千万岁寿。臣恭迎陛下，陛下千万岁寿。令公何在？启奏陛下，南朝京师内6品以上文武悉在此恭迎陛下。朕没问谁来了，朕问的是谁没有来。太尉中书令燕国公冯道，检校司空吴越国内衙兵马都指挥使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
称病未治。冯令公朕是知道的，这钱弘处，朕未曾听过。吴越偏比小王，言之有辱陛下倾听。此人春秋几何？臣闻吴越王钱元贯主子，以弘字叙事，年纪应该不大。石重贵，如可知罪。孙楠神思混乱，行止悖逆，罪在不赦，夫为翁皇裁断。此要拿来劳军的话，未免太瘦了些吧？肉袒牵羊，衔璧于谶，盈于郊野，此春秋之故理。于人君则折辱过甚，非圣学之所长。男人不耐寒，此袍与你遮风。孙楠不孝，冒渎温皇天威，前罪未论，又蒙恩赏，罪臣惶恐无定，敏感五内。朕既然封了你做傅义侯，便是赦免了你的罪责。毕竟有个祖孙的名分，你这做孙辈儿的不义，朕这做祖父的不能不仁。你又何必做此凄凉之态？难道以为朕是那苛酷雄猜之主吗？孙楠岂敢！孙楠叩谢温皇天恩。瓮城内已备好天子圣谕，恭请陛下法驾入城，正位大宁宫。孟真，朕观汴梁东北去城10里，有水绕丘，不知是何所在？启奏陛下，水曰曲水，丘曰赤冈。物欲何在？臣在。小玉诸部落公帐皮氏，冯令公乃是有大德的圣人，怕是以为咱们这些草原上的野人粗鄙，扰了他老人家的清静。既是如此，所有人听我命令，全军不得进城，今夜驻扎赤冈。是。今日之事，事关邦交，九郎，你不该任性啊！一字萧关起战臣，河黄隔断忆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这是前朝奈汝居士的诗。司空图一介吃完老儒，无钱无兵，尚且不肯向朱全忠低头啊！而我吴越，纵横12军州，带甲10余万，便这样，就向契丹俯首称臣，岂不为天下人所笑？你这个比喻啊，不伦不类。后唐李家尽是实事，都是沙陀人，都是胡儿，反倒是那个朱全忠，倒是一个正经的汉人。国家大势如此，礼崩乐坏已近100年，谁还在意那么一点子胡汉之分呐？那我家七里也要向契丹俯首称臣吗？吴越与契丹自先王始修共事，数十年没有改变过。别说我等要臣臣，就是先王也得面北而视之。哼，又是势大，又是势大。九郎，这是吴越国事，不是小孩子闹义气的时候。难道冯令公也是小孩子闹义气吗？这些年还是他惯着他了，这么要命的时候他却闹起脾气来了。那你去劝劝他呀，你跟他说国事如此，
由不得他再肆意妄为了。唉，你们几个说来说去的，尽是这些大道理。这世上的事儿，若都是循着道理来，哪还有眼前这些惨事儿？陈娘，这事你不懂，不要乱插话。我是不懂，可我觉得阿娘懂。若是阿娘在此，你觉得她会怎么做？喝不喝茶？喝。令公何苦于此事闹义气？谁说我在闹义气？桑相公罹难，令公心中悲愤。这些下官都理会得，只是如今，毕竟国事当前，令公不出，中外难安。我们这一辈人哪有闹义气的福分？你以为桑相公在开封府砸了印信，烧了户册，当堂怒斥张彦泽，是在闹义气？难道不是？活人才有义气之争。我和桑国乔10年前便已是死人了，死人哪有什么义气之争？张彦泽的中军，近几日有何人去走动？公卿府上都有走动。何人亲自前往？或遣仆役，或至厚礼，亲身前去的确实没有。他今夜于衙中置酒，便请朝中公卿文武，无一人赴宴。桑国乔死得好。你不用劝我，我知道，他们说的都对。你也不用在这儿陪着我，我在这儿做乏了，便下去睡了。我也不用人伺候。你好大的颜面，谁是来伺候你的？不想去便不去，谁还能真的逼你不成？其实我心里知道，水秋公和三哥说的是对的。这是国事，国事就要循着国事的规矩、法度，容不得谁肆意任性。可我就是想不通，这天下的大事，怎么就到了这般地步？仁义没了。纲常也没了。昨日里还活得好好的人，说死就死；昨日里还是天子的人，如今牵着羊，披着发，跪在尘埃里，任人羞辱，任人踩踏。明明是通衢大道啊，路两边却堆满了人骨。那些恶贯满盈之人，封侯、拜相，权势滔天。良善之家，反倒全族被杀没了下场。水秋公说这是国事，三哥也说这是国事。可我就是想不明白，什么样的国事，能叫是非都颠倒了，善恶都翻转了？狗屁国事！俊义桥街、西角楼大街这4个街口得派人把守，随时警示。我们会在俊义桥下的河道里更换衣着服色，然后从南面的角门潜入进去。脱身的船只务必要藏好，
那可是弟兄们唯一的退路，不能有半点闪失。今夜宿卫府衙的是张义军，内衙第一指挥，副指挥使叫张苗，是张太尉的远房之子。今夜当值的便是此人。衙中宿卫口令：长安天子。我们共有181名死士，对面是府衙内一个整编的指挥。动静一旦闹大，2刻之内，必有3到5个指挥来援。故而务必一击得手。站住！做什么去？杀贼！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张彦泽又是谁？一个多少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又岂能在你这条又浅又薄的小河沟里一脚跌死？国事如此，尽力而为有错吗？国事？你也配言国事？押上来！就你们10几个毛头小子，带着区区的181个人，就想着在这虎狼盘踞的京师里，在这数万甲士的护卫从中，趁夜去取一个鸡年上将当朝太尉的首级？我看你是发烧，烧坏了脑袋！阿爹，住口！你们自左藏拖回来的那些粮船，叶夏兵进城多日，满城里几千户人家都遭了劫，可他却偏偏漏掉了你的这几条船。这样的蹊跷，张太尉，一个多年的老将，他会看不明白吗？你们是当这些魏博牙兵都瞎子吗？连你爹我的这一双眼睛都瞒不过去，还想去算计堂堂一方节帅？别说是你们这181个人，便是给你18000人，今日也只是个死字。明日一早，去给令公请罪。起来，起来！跑出门就可以回家。太尉，没人出来。盯了整整1夜，赵红英家无一人出府，清军侍卫和步军衙那边也没有动静。船呢？那几条粮船还在曹门的水门下，无人来取。罢了。白日间那个穿青色衫子的媳妇儿是谁来着？楚国夫人丁氏。今日午间之久，叫她出来陪一下。太尉，楚国夫人是皇长子的生母。此间只有傅义侯，哪里来的皇长子？